这是小薇世家四周的礼单，他给我了。哦，哎，没有了，你看。没有了，消失了，消失了。哎，我尝尝。好香啊！来，大法师，你也尝一个。是不是？罗维怎么样了？交给官府查办了。那小维呢？人们都说，嗅觉是最长久的记忆，可是我已经忘了，究竟多久没有闻到过花香？我再也闻不到花香了。我闻过春花秋草，雨雪风霜，闻过人间美食，烟火气息。但是我觉得自己最像人的时候，只可惜后来我再也闻不到了。我想把这世间一切最好的都捧给你，没想过一块简单的栗子糕就能让你开心。觉得快乐这么简单，我都守护不了几百年了。生生世世，我一直都想护你周全，但是现在，我却害了你。孩子是什么妖力？不要命了！
谢谢。世间多薄凉，难得有心人。画皮画骨难画心，可惜了。你在同情小维吗？很少有法师会同情妖哎。日光之下，众生皆苦。看到令人叹息之事，我都会同情。妖能魅惑人心，却难懂人心。人们总说妖邪残暴冷血，但不知其中也有执念情深者。玉生为只是玉生为，他早就不是王生了。他不认识小薇，也从未救过小薇。小薇的一片痴心，不过只是镜花水月，耗尽千年的妖力又如何呢？救得回人，却救不回心。他被自己的执念困住，错把恩情当成了爱情。很少有妖怪能懂得爱。你说那么多，看起来好像很懂爱的样子。那是自然。那世上有人爱你，心甘情愿为你去死吗？有吗？快逃啊，孩子！一定要活下去！没想到，真的有人愿意为爱去死。都说血和泪是烫的，没想到有一天可以看见眼泪结成冰。妖的眼泪都是假的，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人而已。我真搞不懂，那么多妖、化骨、化皮，非要做人。姐姐，你在为小薇感到难过吗？只是想起了很多过去。我们九尾一族自出生起便跟随狐王大人修行，他如母亲般教导我们，带我们一起为女娲娘娘寻觅五彩石，
胡王故去后，女娲娘娘以月相之力，赐予胡王后人的我们无限重生的能力。从此，我们变成了无相月，守护女娲娘娘留下的玉戒石。我本以为拥有了长生，我们姐妹就不用再受分离之苦。可小薇还是离开了。100年后再次重逢，却是如此情景。小薇真傻，叛逃无相月，忍受断尾之痛，隐姓埋名，就为了守这一个人。连最简单的事情也不能使用法术，以至于遍体鳞伤。那些栗子糕都是他亲手做的，像普通人一样，一刀一刀地切开栗子，一下一下地捣成泥，做成糕点，就像剖开自己的心，就为了对方开心。最终落得如此下场，这世间情爱，不要也罢。是啊，世间情爱确实是很复杂的东西。姐姐不用担心，我永远不会背叛姐姐，背叛无相月。姐姐也一定不会吧？我呢，不懂爱，也不懂恨。我好像没有爱过什么人，似乎也没有恨过什么人。我这个人吧，大概就是木头啊，年轻姑娘对不开窍、不懂风情的心上人，都叫他们木鱼脑袋。哦，好吧，那我就是块木头。你可不是，我看那陆无一姑娘比较像。陆姑娘，陆姑娘聪明着呢。那她就是在装傻。你就那么喜欢她了，连木头都看出来。哪有这么明显？哇，大哥，吴姑娘说，他们要带小薇回无相月。那不行啊，小薇还欠。哦，小薇，我们是要带回士林宗的。你打得过陆无一和吴王爷吗？你和我和他们势均力敌吧，只不过我不想对陆姑娘动手。你梦里的势均力敌吧。我帮你把小薇带回士林宗。哎，你为何要帮忙？本来我抓小薇，就是为了完成悬赏。不是说了，只要抓到8星案的凶手，就能破格进入士林宗吗？哎，你想要进入士林宗啊？那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儿啊！原来季公子在士林宗的地位这么高呢。他的话，你听一半，扔一半，剩下的边边角角里，
能抠出1、2句真话来就不错了。但你如果真的能把小薇带回来，你进石林宗应该没问题的。东西先还给我。什么呀？就在你身上，我都闻到了。哦，你说这个乾坤袋里的小妖怪啊，那就不麻烦你了。我们呢，顺道带回石林宗处置。如果查明没有在人间作恶，那就当个宠物养起来。哎呦，怎么在袋子里还咬人啊？这是狗。哦。哎，你一个法师身边带着一只小妖，你没事吧？胡说八道！这位小兄弟，别一口一个妖怪的叫，真难听。我和他是家人，是兄弟，是小弟。你是黄鼠狼的小弟啊？太惨了，怪不得想加入石林宗。哎，别说了，给他留点脸面。他是我的小弟，我找个眼线，找个帮凶。哎，帮手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啊，也对，毕竟呢，这黄鼠狼都是成群结队，四处打洞，走街串巷，最会打探坊间传闻，的确适合做眼线。哎，丽姐，我们回石林宗找找看有没有抓回来的黄鼠狼，策反一只，感觉很好用。我听到了啊，我2只耳朵都听到了。哎，你的耳朵好小啊！哎，丽姐，你看，嘿嘿，他的更小哎。哎，家属啊，你们黄鼠狼都一窝一窝的，有名字吗？你简直太失礼了！什么小鼠？在人间啊，我们可是被称为黄大仙儿，而且我们取名字可讲究，父辈会用我们偷回来的第一件东西给我们命名。我呢，人生倒数的第一件东西是一把戒尺，然后呢，我们是鼬。戒鼬？戒鼬是什么呀？胡扯！谁会叫这么上不了台面的名字啊？我姓药，单名一个尺字，铿锵吧？嘿嘿，铿锵，特别铿锵。你是不是纪灵？你就这么喜欢纪灵？非要证明我是纪灵才行？纪灵虽说是木偶，可他男生小狐狸的记忆从何而来？编造的记忆可没有这么多细节哦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想知道吃吻大人的秘密？果然是砧板上的小肉喽。你现在没有法力，无法抵抗我的言灵。天赐良机，怎可浪费？我劝你收手。若你敢对本座不敬，我什么我？你这个表情更想让人对你不敬。
法力呢？看来你的法力也不稳定。就算你用了炎灵，我的答案也不会变。我不是机灵。可你刚刚，我替你试毒，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会没事。凶手的目标是星石，所有的死者都是爱慕地珠之。地珠，我不会放弃你的，你和星石都是我的。想明白了？明白了。如果凶手的目的是铲除所有觊觎星石的人，那满满应该是他最想消除的目标。蛇毒能杀死凡人，却杀不死妖怪。是啊，就算小九是凶手，我知道他的毒杀不死我，所以我才敢替你试毒。你那边怎么样了？一直在死人，而且找不到凶手。奥尔烈今晚就会回来，你要抓紧了。知道。你今天怎么化这么少？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。敖登的姑娘都喜欢这么高冷的吗？啊，这心里的事装得多了，嘴里的话自然就少。倒是你啊，这么悠闲，在折什么？我阿弟天生病弱，总是待在家里。他会折很多形状的纸的，你忘了吗？啊，我当然记得。这纸灯就是你弟弟教的吧？每当我想念阿弟的时候，就会折一盏纸灯。大地珍珠，你怎么还这么高兴啊？3天内抓不到真凶，你和满满就要被烧死了。是啊，同生共死，都是画本里骗小姑娘的。我对她可没有喜欢到愿意为她去死啊。跟这样一个冷若冰霜的人一起被烧死，太惨了。冰火两重天，我不要。大地珍珠，老族长回来了，叫您过去呢。好的，知道了。阿父知道你喜欢采石，这颗银月之辉呀，阿父打算在你结婚前的祈福仪式上送给你。放心吧，阿父知道满满不是凶手，不会烧死他的。那可不行。
这是干什么？原来是这样，可惜你的计划要落空了。你身受法力全无，就凭你，看来凶手藏在暗处，十分危险。我先帮你解开法术禁制，以防万一。如意，族长知道阿隼是蛇妖吗？他也是基于星矢而来，好在我和地主已经将他赶走了。现在只要将这个簪子放在他的屋内，他就是凶手。睡，睡，睡。别演了，你爹都走了。睡。睡。谢谢妈妈。那谢谢纪灵。难得享受诗文大人的温柔，那我可不得多演会儿。平日里，诗文大人可不会用袖子给我擦汗呢。我也可以呼你巴掌，效果差不多，要不要试试？怎么，想为纪灵报仇啊？你都被妖怪附身了，还有功夫在这里胡说八道，心真够大的。诗文大人，不是说我没有心吗？怎么现在又说我心很大？到底哪句话才是真话？你不用紧张，等敖尔烈回来，我用言灵一问就会知道星矢在哪，还抓什么妖啊？要是不想被烧死，就赶紧跑。哎，士林宗里藏书万卷，你没读过？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一起飞。
定好了，只要抓到了小维，我就能进入噬灵宗，然后杀掉龙神。你们几个人里，有一个人就是我要抓的挖心凶犯。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姓武的绑的我。他中毒了。怎么会？阿姐，别担心，有厉害的噬灵宗法师在呢，没事的。他应该是被人下了毒。姐夫一向跟人无冤无仇的，会是谁呢？他中的应该是慢性毒，需要分开多次，一点点下，一定是他身边之人才能下手。要是时间再晚一点，恐怕就回天乏术了。但是，他现在的情况也很糟糕啊。原本呢，我是可以用法术将他体内的毒吸出，但现在我戒指里的法力只剩1成，救不了他。连厉害的法师也救不了吗？灰狼，灰狼，灰狼，怎么会这样？如果能早点找到解药的话，或许能救他。哎，我有。走了。走了，走真的。了。多谢季公子啦。啊，不用谢，还有一个伤患呢。嗯，玉小姐脖子上的伤口看着挺深的，如果不好好治疗的话，会留疤的。可是，季公子刚刚说的，你的法力止于1成了，你还能替我疗伤吗？还有别的办法？那噬灵宗特制金疮药更好用。那你不要啊？想劳烦季公子好人做到底，帮我上一上药吧。我不太懂，怕弄错了。哦，好啊。
好了。多谢季公子。不客气。玉薇小姐，我们之前是不是？季公子，我们还是赶紧回前厅看看吧。他们可能在审问吴法师。哦，好。我是担心韦家主的安危，所以才私下请五时光法师来假扮新郎。五时光法师，请留步。韦家主不愿意雇你，那我可以吗？罗管家，我姐夫这么信任你，你却跟一个来历不明的民间法师合谋出这等荒唐事。你真要找帮手，也要找适灵宗的正牌法师，对吧，季公子？很对啊。不过罗管事的担心也没错，韦家主被下毒，确实有人要害他。不怀疑妖，却在怀疑人。妖狐明明就在韦府，昨夜死了2人。其中1名还是适灵宗的丹花法师。如此凶残，要不是我提前把韦家主藏了起来，说不定我还能喝，还能喝。酒呢？酒。坐下吧。给柳少爷备一碗醒酒汤。是。妖物害人，何须下毒？直接挖心便是。假新郎聊完了，是不是假新娘也该聊聊了？别一直假新娘假新娘的唤我，我有名字的。我姓雾，雾里看花的雾，妄言则乱的妄言。我爹娘给我起这个名字呢，就是叫我不要乱说，不要胡说。所以，我说我不是狐妖呢，就不是。可你身上确实有妖狐的气息。金灵法师，你这是盯上我了。若真对我有意思，不如私下聊聊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孤男寡女的可不能随意私下见面，有什么话当着大家的面说就好了。哦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找这只九尾狐，好不容易寻来了这一截断尾，靠着它和主人的感应，一路追踪到了韦府。确实有九尾狐的气息。你为何要找这狐妖？你和他有什么恩怨吗？算是吧。这只九尾狐妖单名一个韦字。他在落难时被一凡人所救，为了报恩，他不断杀人挖心，维持皮囊与灵力，只为在茫茫人海找到他的恩人，守护其一生平安喜乐。只可惜，求而不得。1000多年过去了，还在心心念念找他那个救命恩人。小维的恩人是韦家主吗？我猜是的。因此狐妖一定想要杀了他的情敌，于是我就假扮新娘守株待兔。没想到，真守来了一头猪。现如今，众妖皆会画皮之术，早就不需要通过吞噬人心来维持皮相了。
那小维为何要杀人呢？妖怪都是邪物，杀人还需要什么理由吗？妖是很坏，但人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人并非生下来就懂得礼义廉耻，妖也并不是总想着作恶多端。但无论如何，杀人总得有个理由。或许是他断尾后元气大伤，需要吞噬人心，维持人形。既然在场的各位都有嫌疑，那没抓到小薇之前，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韦府。多此一举。小维的恩人如今躺在床上都快要死了，他一定想办法救人，怎么还会走呢？这只是你的猜测而已。你是小薇吗？布庄生意繁忙，内外都需要我打理，我不能一直留在府内。要想离开韦府也可以，还请诸位配合我一下，要承受我的血印符，这样就算逃，天涯海角我也能追踪到。等一下，我们是士林宗法师，也要弄这个东西吗？妖会画皮，人会说谎，我怎知你是否真的是士林宗的人呢？你吓我一跳。罢了罢了，清者自清，就配合你一下吧。死咒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吴法师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为什么要害我们啊？不是我，是小薇。小薇？这狐妖难道真的法力通天，竟能神不知鬼不觉，就同时给我们打上了死咒？不，除了法力通天，还可以设置条件，让咒术自动生效。比如让我们这群人同时做某件事情，或者没做某件事情，都能触发死咒。我明白。哎呦！我们都没准备贺礼。两位公子，里面人多势杂，还请留下姓名和您的随礼。你和乌文言假扮新郎新娘，自然没有准备贺礼。小维应该是在礼单上施了咒。吾送礼而入为府者，必是别有用心之人。小薇用这个条件来过滤筛选，真是聪明。哎，雨薇姑娘，你怎么也没准备贺礼啊？家里穷。啊，对不起啊。没事没事。咋了？
这印记看起来像是月相，而且还要逐渐扩大。方才还是圆形，现在变成残月了。四周吞灭，逐日侵蚀，是进则失。我不想死。虽然中了死咒，但也有所收获，范围一下子缩小了，不是吗？想必3位的手上都没中死咒吧？中。